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，怎么才能更快地学好中文？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烦恼，学了这么久，进步怎么还是这么慢？其实啊，学习速度快不仅仅是节省时间那么简单。想想看，当你进步得越快，是不是就越有信心继续学下去？特别是学习中文这种需要长期坚持的语言，保持动力真的太重要了。我见过太多同学因为进步太慢，最后失去了兴趣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而且啊，现在社会节奏这么快，谁不想用更少的时间掌握更多呢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掌握高效学习方法的人，一年能学到别人2-3年的内容。这不是天赋的问题，而是方法的问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用别人1半的时间达到流利的水平，那你就能早点用中文工作、交朋友，甚至去中国旅行时畅通无阻。更重要的是，快速进步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你爱上学习中文的过程。所以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真正能帮你加速学习的方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这段高效学习之旅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些人学的就是比别人快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他们知道如何设定正确的目标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次打开课本时都清楚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，效率会提高多少？不是笼统的我今天要学中文，而是我要掌握这3个新语法点，或者我要记住这20个生词。这样的具体目标就像地图上的标记，告诉你该往哪里走。我刚开始学中文时也犯过这个错误，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学了什么。后来我发现，把大目标分解成小任务特别有效。比如想1个月内学完 HSK 4词汇，那每天只需专注记住15个词就够了。你知道吗？大脑更容易接受看起来可以完成的小挑战。每次完成这些小目标时，那种我又进步了的感觉会推动你继续前进。建议你用笔记本或手机 App 记录每日目标，完成1项就打勾。看到满页的对勾时，你会惊讶自己居然学了这么多。别忘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目标难度，太简单会无聊，太难则容易放弃。我有个学生最初设定了每天学50个词的目标，3天后就放弃了。后来他把目标降到20个，反而坚持了3个月，词汇量突飞猛进。聪明的目标设定还要考虑你的学习风格，有人早晨记忆力好，有人晚上更专注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，你会发现学习中文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段充满惊喜的旅程。说到记忆生词，我10年前背字典的笨方法简直不堪回首。直到接触了间隔重复法，才发现原来大脑像花园，浇水的时机比水量更重要。你知道为什么考前突击的单词考完就忘吗？因为短期记忆就像沙滩上的字迹，而间隔重复项是定期加固的混凝土，让记忆逐渐变得坚固。我建议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来规划复习，学完新词后，分别在第2天、第4天、第7天复习。有个学生用这方法3个月后，居然在超市指着西兰花脱口而出花椰菜，他自己都愣住了。现在各种 App 都能自动安排复习间隔，但千万别被花哨功能分散注意力。
我见过最有效的工具往往最简单，手写卡片加上日历提醒就足够。关键是要在即将遗忘时复习，就像接住快落地的球。有个小秘诀，把难记的词多重复几次，像尴尬这种笔画多的，我当初复习了12遍。但别担心，随着重复，每次复习间隔可以越来越长。3个月后，你可能只需要每月复习1次就能保持记忆。最近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睡眠对间隔重复效果至关重要，睡前复习效率能提高 20%。所以现在我总建议学生把最难的词留在晚上学。记住，间隔重复不是魔法，而是顺应大脑自然规律的聪明方法。下次我们会聊聊如何用多媒体资源让中文学习变得生动有趣。说到多媒体学习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些让人上瘾的中文短视频。你知道吗？短短30秒的视频里可能包含5-6个实用句型，而且因为情节有趣，大脑会自动记住。我有个学生通过看美食博主的视频，不仅学会了爆炒、清蒸这些烹饪术语，连方言语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不过要注意，别光顾着看字幕。初期可以中英双语对照，但2周后一定要尝试关掉字幕，练习盲听。播客也是宝藏资源，特别是那种生活化对话的节目，语速自然，还会出现这些课本里没有的真实反义词。我常推荐慢速中文这个频道，主持人会用比新闻慢 40% 的语速讲解时事，特别适合中级学习者。最近我发现把喜欢的电视剧片段设成手机铃声特别管用，每次接电话都在被动复习喂哪位这样的高频句。看动画片学中文可能听起来像偷懒，但小猪佩奇中文版其实藏着大量日常对话的黄金素材。试试这个技巧，遇到听不懂的句子时，先别急着查字典，根据画面和语气猜3次，再确认答案。很多音乐 App 都有歌词同步功能，跟着唱不仅能练发音，那些押韵的歌词比单词表好记10倍不止。最近很火的 ASMR 中文视频，你们试过吗？主播轻声细语讲解茶道或书法，简直是听力按摩加文化课2合1。警告，别掉进只看不练的陷阱。每看20分钟视频，就该暂停复述刚听到的关键词。我书桌贴着2维码贴纸，扫一下就能播放对应的购物砍价情景对话，把碎片时间变成微型听力教室。如果觉得标准普通话太难，不妨先从台湾或东北的综艺节目入手，他们的发音通常更夸张有特点，反而容易捕捉。最后分享我的私藏技巧，把手机系统语言改成中文2周。那些反复出现的提示信息会让你无意间记住一堆技术词汇。下次见面时，咱们聊聊怎么把开口说中文变成像刷牙一样的日常习惯。知道吗？我学中文第3个月闹过笑话，对着镜子辩论该不该吃榴莲，结果被室友撞见。但正是这种傻乎乎的自导自演，让我养成了每天说中文半小时的肌肉记忆。洗澡时用中文描述水温变化，等公交时默念站牌信息，甚至给盆栽植物起中文名并采访它们。别小看这些碎片化输出，大脑分不清正式对话和自说自话，只要发音正确，就能强化语言神经通路。我手机有个尴尬录音夹，专门收藏那些结结巴巴的独白，3个月后再听会发现进步惊人。遇到语法卡壳，
学我这样，把问题简化成3岁小孩能懂的程度。比如把虽然但是拆成下雨了。我想出去玩。不能玩。等说顺了再组装回复杂句。厨房是我最爱的1对1教室，边炒菜边用中文解说步骤，油烟机噪音正好盖过发音错误。进阶技巧，用手机拍10秒日常片段，晚上用中文配音。你会自然关注时态和量词的使用。有学员问我自言自语会不会养成错误习惯，其实错误才是最好的老师，没人打断你，正好反复纠正。试试影子跟读法，播放一句中文音频，按下暂停键立刻模仿，就像回声那样紧贴原声。上周我发现自己做梦在用中文讨价还价，这种潜意识练习比清醒时背10遍课文都管用。重要提醒，哪怕每天只说5分钟，也要确保发音准确。对着拼音 App 调整口型，比后期纠音容易10倍。我的闹钟铃声是今天早餐想吃什么？请用中文回答，否则无法关闭。强迫应答机制效果拔群。当你把语言变成内心独白的载体，流利度会像野草一样在不知不觉中疯长。下期我们会探讨中文语法结构的乐高原理，如何用简单模块搭建复杂表达。还记得小时候用乐高积木搭城堡吗？中文语法就像那套彩色塑料块，看似分散，实则暗藏拼接逻辑。当我发现虽然但是这类固定搭配可以像数学公式般套用时，造句速度直接翻倍。试试把语法点想象成预制菜，把字句是红烧调料包，被字句是清蒸酱汁，随取随用。上周我女儿用先在最后描述刷牙步骤，这种三明治结构连5岁孩子都能驾驭。有没有注意过德字补语像瑞士军刀？一个工具搞定程度，可能，结果3种功能。我的语法笔记本其实是张地铁线路图，因为所以是红色环线，不但而且是蓝色纵贯线。突然明白为什么老师说量词是语法界的 emoji， 个是笑脸，条是鱼，张是纸片符号。把20个常用连词写在麻将牌上，现在每次洗牌都在潜意识里复习转折递进关系。你们发现了吗？越来越根本是条语法贪吃蛇，吃进形容词就变长1级。最近用乐高演示补语位置，黄色块放动词后表结果，绿色块放句末表程度，直观的可怕。朋友笑我把了自用法编成天气预报，晴天了表变化，下雨了表新情况，降温了表提醒。其实中文时间状语就像俄罗斯套娃，昨天下午3点从年套到秒，只是外包装被拆掉了。厨房计时器设3分钟，用正在呢描述眼前画面，水开着呢，猫睡着呢，手机亮着呢。突然意识到把字句和宜家说明书异曲同工，先确定处置对象，再明确动作轨迹。现在看复杂长句就像玩消消乐，找到主谓宾3消，定语状语就会哗啦啦自动消除。下次带你们拆解连都这种语法弹簧，压得越狠，强调效果弹得越高。知道为什么我的冰箱贴着鸡蛋而不是 X 吗？因为每次开冰箱都在被动复习。把手机语言切成中文那周简直灾难，微信变迷宫，但2周后突然发现能盲打设置里的选项了。浴室镜子上的便利贴最魔性，刷牙时盯着下巴，泡沫这些词，现在照镜子会自动脑补字幕。购物清单故意写中文后闹过笑话，
把生姜买成香蕉，但那个错误让我永远记住了姜的发音。你们试过用中文给家具起名字吗？我的扫地机器人叫转转，每次它卡住时喊转转需要帮忙，比任何口语练习都实用。厨房计时器设5分钟挑战，用中文描述视线内的所有东西，从电饭煲正在煮饭到酱油瓶剩1/3。发现没？用中文写日记，哪怕只有3句话，都会强迫你调用最近学过的所有语法结构。我的洗衣篮分3格，要洗的、正在洗的、洗好的，分类衣服，顺便练了时态表达。电脑壁纸轮播 HSK4 词汇表，每次锁屏前强迫自己读5个，解锁变成考试，但比抽认卡自然多了。下雨天最爱玩车窗游戏，用越来越描述雨势，雨越来越大了，说完果然就暴雨了。连智能音箱都被我策反了，早上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必须用中文，答对了才给播报。外卖备注栏是我的创作天地，今天写不要香菜，谢谢，明天尝试能不能少放点盐。发现秘密了吗？日常物品贴标签效果有限，但给物品写使用说明会激活更复杂的句式。上周给咖啡机写了份中文使用指南，结果发现自己还不会表达研磨粗细，立刻查出了新词汇。这种沉浸式学习最妙的是，根本感觉不到在学习，直到某天脱口而出遥控器在沙发垫下面。下次分享怎么在语言交换社区找到学习搭档，相信我，比起冰箱上的便利贴，真人互动才是终极加速器。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语言交换时的尴尬吗？站在咖啡店门口反复练习我想找语言伙伴这句话足足5分钟。但你知道吗？正是这种小紧张让学到的句子像用烙铁印在脑子里一样牢固。上周我的语伴小美突然问，你们国家的人真的每天喝10杯茶吗？这种即兴问题课本永远教不会你应对。我们总在寻找完美的学习应用，却忽略了最强大的软件其实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语言交换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对方皱眉头的瞬间，那表示你的表达不够地道，需要立即调整。我有个疯狂的习惯，把每次语伴纠正我的句子录下来，睡前当另类催眠曲听。2个月前我根本分不清咱们和我们的区别，直到北京姑娘阿雅瞪大眼睛说，用错这个，听起来像要跟人绝交。线上语伴固然方便，但我强烈建议至少每月1次面对面交流，那些手势和表情才是真正的隐藏课程。最近发现个秘诀，找语伴不要只看语言水平，关键是找到和你爱好相同的。上周和足球迷语伴聊中超，2小时学到的体育术语超过半年积累。遇到瓶颈期怎么办？换个年龄层完全不同的语伴。大学生教你的网络用语，退休老师会帮你纠正的字正腔圆。别害怕主动约时间，大多数语伴和你一样害怕被拒绝。我的开场白永远是，我请你喝奶茶，你教我地道表达，怎么样？最惊喜的是，我的初级语伴小林最近开始用英文给我解释成语，他说这让他自己的中文理解突飞猛进。重要提醒，准备个救命笔记本，随时记下那些让你卡壳的问题，下次见面重点突破。昨天我的语伴突然说，你现在的口音听起来像石家庄人，这大概是我收到过最奇怪的赞美。下次见面，我打算带语伴去菜市场，没有什么比讨价还价更能快速检验学习成果了。说到底，语言交换就像跳舞，
开始会踩脚，但找到节奏后，那种流畅交流的快感让人上瘾。说到菜市场讨价还价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上周还能用便宜点吧杀价，这周摊主居然开始用方言回击了。这种微小变化就是我们的进度条。我的手机备忘录专门有个里程碑分类，记录这些突破时刻。比如3月5号，第一次听懂地铁广播里的换乘；4月20号，服务员没再用英文菜单招待我。你们试过用语音备忘录录下自己每周的朗读吗？回头听2个月前的录音，那种进步连自己都会吓到。我有个残酷但有效的习惯，每月末看一集没字幕的《家有儿女》，把听不懂的句数记成折线图。上个月折线突然暴跌，原来是因为沉迷东北美食纪录片，意外练就了辨识各种口音的能力。发现某个方法3周没见效，就该调整了。我曾坚持每日抄新闻，后来发现换成模仿主播语调效率翻倍。最近把词汇 App 的每日目标从30词降到15词，但要求自己用新词编离谱的短故事，记忆率反而飙升。有个残酷真相，你花3小时死磕的语法点，可能在实际对话中半年才出现一次。现在我会用荧光笔标出教材内容，粉色是急需，黄色是慢慢来，绿色是先跳过。上周清理书桌时发现，去年觉得天书一样的 HSK 4阅读题，现在竟能当睡前读物了。建议每季度做次能力审计，听说读写4项，哪项拖后腿？下个90天就主攻它。有次我沮丧于听力瓶颈，语伴突然说，可你现在能吐槽中国综艺节目的梗了耶。进步不总是线性的，有时像坐电梯，停很久突然上升，关键是在停靠层别放弃。下次打开学习数据时，别只看正确率曲线，找找那些让你笑出声的错误，那才是鲜活的成长轨迹。对了，我办公桌抽屉里还留着第一次考 HSK 3的准考证，上面紧张到写错的名字提醒我，回头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所以你看，那些3个月通过 HSK 4的神话背后，不过是把正确方法乘以时间密度。我采访过的所有 Polyglot 都有个共同点，他们不追求每天5小时的悲壮，而是每天不断的精准。就像煮一锅好粥，大火会浇底，文火慢熬才能米水交融。有个留学生告诉我，他床头永远放着3样东西：生词本、蓝牙音箱播课文录音和写着今天玩够了吗的便利贴。这提醒我们，高效学习不是苦行僧修行，而是设计可持续的快乐系统。当你把要学中文变成在用中文生活，进步就成了副产品。还记得我们说的电梯理论吗？现在你或许正停在某个楼层，但请相信，门总会再开的。最后分享个小秘密，我手机相册里有个中文进化文件夹，存着从歪歪扭扭的汉字笔记到最近写的打油诗。每次沮丧时就翻看它，像看岩石摄影里破土而出的幼苗。所以亲爱的语伴们，今天就开始建造你的中文进化馆吧，用错题即当砖块，用晨读录音当背景音乐。记住，乌龟从不担心比兔子慢，它只关心下一脚要踩在哪里。感谢这10期旅程的相伴，现在轮到你们拿起接力棒了。当你在长城上用方言帮北京大爷拍照时，在火锅店纠正菜单英文翻译时，那就是我们的续集。这里是巧学中文的最后一站，但你的中文故事永远有下一章。
保持联系的方式很简单，继续对这门语言保持好奇与温柔。我是恩，咱们江湖再见。